嫁给钟无心3年，他宠我如命，他许诺永不纳妾，他说此生绝不负我。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好命，直到我有喜时，才发现他早有外室。原来他爱我护我，皆因发现我是纯阴命格，子车合可入药治病。一旦治好心上人的心疾，他便娶她为平妻。只是我那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并非如此。我喝下堕胎药，拿着一纸和离书，离开京城。一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他，却一夜白头，疯魔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诊断出身孕时，钟无心比当年中了探花还要高兴。他红了眼眶，高兴坏了，失态地抱起我，原地转了几圈。阿梅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盼望这个孩儿。他喜极而泣，嗅着手来来回回的踱步，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若是儿子，就取名钟思密；若是女儿，就唤钟念密，如何？为了这个翘首以待的胎孩，他又大兴土木，扩建新园，买下隔壁府邸，与侯府老宅2合1而建，与现有的侯爷府相连，竟占了大半条街。琉璃瓦、汉白玉、泰山石、金丝楠木等名贵材料，流水一般从全国各地运进来。最令人啧舌的是，他花费无数银两和心血，从江南运来了上万株绿萼梅，直叫园子成绿萼梅海。正所谓绿萼更盛，红梅差俗，一株绿萼梅价值100金，远路水运而来，花费更是不计其数。那阵仗跟贵妃要来府里省亲一样，侯府上100年家底都要烧掉大半。看他如此郑重其事，大费周章，我不免又喜又忧。夫君就怕奢靡太过，惹人口舌。他宠溺的应声，温柔地看向我尚未显怀的腹部。阿梅，为夫这些年拼命挣下军功，还不是为了咱们的孩子显要些？我看谁敢知会。他爱惨了我，也爱惨了我腹中的胎儿。越南肉桂、长白人参、泰山灵芝，上品官宴，不要钱的往我房里送。怕打扰我的休息，主动搬出我的清贵院，日夜宿在书房里，叮嘱太医每日给我把脉，每日不管公务多忙，都要不厌其烦地过问我的脉象、饮食、作息。连我的陪嫁丫鬟之下都忍不住打趣，世子爷带世子妃简直是如珠如宝。看世子妃就像看眼珠子，那眼珠子还有2颗，独为我们世子妃就那样宝贝。人人皆说钟无心爱妻如命，哪怕谢家已经没落如斯，他也不离不弃，坚持娶我过门。哪怕成亲3年我未怀子嗣，他不纳通房，不纳妾室，甘成旁人口中的一人，也要坚守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好友洪侍郎打趣要送他几个扬州瘦马，被他严词拒绝。皇上听闻后逗他，要赏他10几位貌美歌姬，他吓得头都磕破了。皇上细谢他家里倒了葡萄架。我知他爱我，我知自己嫁得一位世间难得的好郎君。3年婚姻，每一天的空气都是蜜，一点一点漫上来，淹没了我。直到我发现他在梅花巷里娇养了外室，整整7年。我俩尚未成亲时，他们便悄然出入成双了4年。其实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，可是深陷在爱中的人，即使心存疑惑，也会替他自圆其说。比如每每有人艳羡侯府梅林，钟无心的嘴角总是噙着温柔的笑。内人爱梅，自然不能辜负他的雅意。明明他是知道的，我钟爱桂子，不是梅花。我的清贵院里种满了老桂，每年金秋，我都会带着一众侍女采桂花，酿桂花蜜，做桂花糕，与钟无心闲坐桂花树下，把酒赏桂。面对我的疑惑，他笑道：阿梅明会携梅，待孩子出生时，又是梅花盛开，得去得紧呢。可我并不喜梅花，我还想追问，他却倏然换了其他话题。比如我们相处时，偶见随扈支支吾吾，禀告谁又病了。每每他听后，总会脸色大变，寻了一个理由，急匆匆地出府而去。他的声音在抖，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喉咙发颤。他京剧得失了一态。可钟无心是出了名的淡定君子，人称当代谢安。奉命剿匪时，敌人已经冲到城门，他仍然处变不惊地下棋。印象中他少见的惊慌失措，还是在我得了风寒时，他整夜地守着我，眼眶熬得通红。又比如这一次，
我带着知夏穿过正在修缮的新园时，听到几个男仆酒后闲谈。等园子修好后，世子爷总算要把沈小姐迎娶进来了。那沈小姐真可怜，本与世子爷情投意合，怎奈是个病秧子，又遭家道中落，没名没分地跟了世子爷7年，如今却只能做个妾室。要不是世子爷根本就不会娶谢家小姐。幸好她有孕，沈小姐的病也有望了。我绞着帕子，痴呆了半晌，连话也说不上来。知夏吓得脸色煞白，搀扶着我，怕我动了胎气，低声劝慰：世子妃别听那闲杂人等乱嚼舌根，谁人不知世子爷爱你护你，断不会做出这等污糟事来。再者，那沈小姐早已辞世，怎会是世子爷的外室？钟无心与太子太保独女沈密的旧事，我早有听闻。沈密自幼有心疾，体弱多病，生得极美，我见犹怜。偏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惹得年少的钟无心情根深重。彼时侯府老夫人尚在人世，忧心沈密是个福薄之人，子嗣困难。无论钟无心如何闹死闹活，始终不肯松口答应这门亲事。后来太子太保直言犯上，全家被判流放朱衙，沈密不幸客死他乡。这桩风月往事这才烟消云散。是呀，跟死去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本来我也能像过去那样，强忍着心底酸楚，自我安慰一番也就过去了。但是这一次过不去了。走到廊前，赫然发现那几个人是钟无心的心腹随扈。空穴不会无故来风，连随扈都敢在背后随意传谣主君主母，极不正常。蓦然，我想到了什么，心脏重重地抽搐了一下。沈密往日的最爱就是绿萼梅，他爱她的清绝高雅，爱她的不肯雷同自一家，爱她似他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一切断然不是巧合。3月的冷风冻雨，滴答滴答，雨水打在绸伞上，像刀子插进我的心，痛得我几乎站立不稳。一炷香的路程，却让我感觉像一生那样漫长，漫长的好像大梦一场。4月春光渐次明媚，打在脸上有点疼。我带了知夏和几名仆从，把马车停在梅花巷口。马夫是我谢府旧人，不慎撞上地上的一只破碗，下车后他一脚踢开。看着巷子角落4分5裂的碎片，我想有些东西破了，及时踢开也好。不远处3进清雅小院的门口立着2道人影，一位披着宝蓝衣袍，寺庭前玉树的男子，正是往日爱我入骨的夫君钟无心；一位是楚楚的绿衣少女，一张脸上既有青山隐雾的朦胧，又带花瓣含露的娇态，想必便是传言去世却一直活在世上的沈密。心知肚明是一回事，亲眼看见又是一回事。伤害打击似有刀刃相绞于胸腔，抽筋剥皮般痛不可言。疼痛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到底忍住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声来。只见沈密眼角噙了水光，钟郎，我不愿为妾。钟无心柔声安抚，赌誓发愿，谢梅并无大错，不好休妻。待她腹中孩儿诞生，我向圣上请旨，自不会负你，自不会负你，一如当年的绝不负我。呵，男人的誓言和狗叫没什么两样。钟无心很自然地伸手替他压压鬓角，一番话说得他眉开眼笑。乖，为了风风光光迎你进门，我扩建侯府，移植你最爱的绿萼梅，这排场可比当年迎娶世子妃浩大气派多了。原来所谓为儿扩建新园，所谓为妻移梅，只是借妻儿的名义行纳妾的僭越排场。原来彼密乃此密，钟思密，钟念密，他希望我们孩子的名字都刻上他对心上人的爱意。不知他去世的老母亲得知这一切，会不会掀了棺材板？走出巷口，钟无心才发现马车里的我，神色一顿，淡淡的笑意僵在脸上。他颦眉道：阿梅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们回府再说。我是本朝3代忠烈的将门独女，名为谢梅，爹娘连生了6个儿子，才得了我这个女儿，宝贝得含在嘴里怕化，捧在手里怕碎。自小我不爱舞刀弄枪，也不爱琴棋书画，只沉迷算学，一副算盘子打得噼啪响，旁人都笑我们将门以后要出一个财迷奸商，士农工商，商人低贱。可我爹不以为然，他抚着美髯，
眼角的皱纹都笑深了。当个富商也好，只要能做到立时即物，就是济民，同样光宗耀祖。我娘甚至把她的嫁妆产业都交给我经营，为我择婚时自是千挑万选。不仅是疼我，还因为我身上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直至我娘咽气前一刻，她才告诉我。我爹不喜文官弯弯绕绕，想把我许个英气勃发的武将，比如他看好的高阳直小将军。小时候，高阳直常与我一起玩耍，我们一块玩买卖过家家的玩意，一块爬树摘果子，一块坐在墙头上看天，一块向往更远的远方。担忧沙场无眼，担忧我的秘密被人利用，又担忧我性子沉静柔婉，恐被粗鲁武将欺负了去。我娘不同意，她铁心要把我嫁给能过安稳日子的文官，最后与侯府世子钟无心定了亲。京城最耀眼的明珠，文韬武略的天之骄子。犹记得初见时，站在谢府桂花树下的端方公子，俊秀出尘，光看一眼就让人欢喜。那会儿，他指天指地跟我爹娘发誓，此生永不纳妾，绝不负我。爹娘对他那些风流韵事的介意，便也风流云散了。谁知尚未大婚，谢府男丁尽数裹尸沙场，娘亲忧郁而终。昔日赫赫扬扬的谢家，一夕败落。所幸钟无心待我极好，细心呵护，温柔缱绻。他用那双妙笔生花的手替我挽发，他用那双横刀立马击退敌寇的手替我描眉。我为他泡红茶，血红血红的茶。他为我刻章，刻上他一生一世的承诺。他会把头深深埋在我的脖颈，一遍又一遍的呢喃：有你的地方，就是我可以安居的家。他在札记里写下对我满满的爱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恩爱种种浮在心头，历历在目，不似作假。无忧无虑长大的我，遭遇家门败落的变故，后来又爱上一个人，仿佛封闭的山谷猛然敞开，清风无休止地刮进来，蔷薇无休止地开放。我一心一意地操持侯府家业，桩桩件件百无一漏，深得人心。我尽力侍奉婆母，从未出错。我衣不解带地照顾中了毒箭的他，把他从死神的边缘拉了回来。早知今日的结局，我宁可不要遇上他，不要爱上他。蓝的天，翠绿的叶，清贵院里的空气却像冻住了一样。钟无心眼神晦暗，嘴唇破了皮，白皙的脖颈上隐约可见红印点点，仿佛昭示着他和沈密的爱意缠绵。阿梅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沈密体弱多病，命途多舛，无怨无悔地跟了我这么些年，我得给他一个名分。他这一生头顶的雨下的那么大，我必须要撑把伞给他，我不能不理他。见我脸色不佳，他眉头拧成两把小剑，语气温和，却不容拒绝。他不争不抢，品性高洁，不会影响你侯府主母的位子。他这些话说得轻巧，好像纳妾跟喝水吃饭一样稀疏平常。我轻轻笑起来，眼睛里却是无边的荒凉。当年要不是你发誓永不纳妾，要不是他的铮铮誓言，打动了我，打动了我爹娘。就算他是天边月，是高山雪，我也未必会嫁与他。他垂眸，声音依旧温和，我却如坠寒潭。阿梅，我在放纵不羁的年纪，遇到了一个人，纤细明媚似阳光，叫我不敢忘，不能忘。我想问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往日那些饱含深情的眸光对视，那些蜜里调油的点点滴滴，都是假的吗？可我问不出口，行为就是答案，所以不需要再问什么。他又道，自古男人哪个不是妻妾成群？你看看谢侍郎、皇上书、陈御史，我只不过那一个区区妾室而已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想如往日那般把我拥入怀中，却被我躲过了。唉，阿梅，你一向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怎么偏偏纳妾这事如此不讲道理？我就纳他一个，以后永远不会再纳了。是啊，自古哪一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，蓄养大批歌姬，纵情声色呢？可我们谢家不是，谢家祖训，男子一律不得纳妾。我爹各房数百，乃至6个哥哥，通通没有妾室，没有通房，个个夫妻恩爱两不疑。想到这里，我抬眸看向钟无心。好，那你准备何时抬他进门？他轻呼了一口气，良久才道：待你诞下孩，园子俱已告竣时吧。很好，很好。
那会儿满园子的绿萼梅也正开得极盛吧。他的算盘子呀，打得比我还溜呢。他笃定我离不开他，殊不知真正离不开我的人是他。于府中2个管家对了好几天的账，其中一位原是谢府的陈管家，年轻精干。刚进门时，我才知表面风光的侯府早已入不敷出，外面的架子虽未倒下，内囊却也快耗尽了。我不得不把陈管家调来，把堆积如山的账目盘点清晰，费尽心思去无存精，逆转运势。3年时间，侯府扭亏为盈，产业扩充了数倍。侯老夫人在世时对我赞不绝口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谢家产业更是被我经营得风生水起，以江州老家为根据点，盘根错节地蔓延至全国。要说我们谢家的隐形财富，富可敌国也不为过。钟无心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哪里管的这些俗物，花钱只管看心意。光新园子便已耗尽了侯府大半家业，未来维护的花费更是不可胜数。不过这些已经不是我该操心的事了。吩咐陈管家和知下抓紧清点我的嫁妆，成人不被时运走变卖，全部换成银票。知下向来心直口快，小姐是准备和世子爷和离吗？自从那日发现钟无心养了外室，他便改口唤我小姐。我看向桌上已经拟好的和离书，不自觉地摸摸腹部，嗯了一声。近来胸腹总是隐隐不适，有点痒又有点胀，还有点痛，却总也查不到原因。不管怎样，腹中孩子是我的骨血，我要去复留子。院中浓荫如盖时，我19岁生辰到了。钟无心惯爱大操大办，这回更是请来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，表明对我的重视和祝福。一早喊人抬来巨大的红木箱子，装着云锦、软烟罗、东珠、珊瑚、玛瑙、和田玉，全是他搜罗的珍罕东西。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亲手为我簪一只冰透莹润的玉搔头，发间银一点，别出心裁。玉搔头是他亲手所刻，采用上好的和田玉，费时多日雕刻而成。他装得真好，好像这些天我们的冷战并不存在一般。他就是个能洞穿人心的妖怪，关怀备至，情意绵绵，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曾准确地命中我的要害。我没服他的面子，强撑着身体的不适，一起看了戏。高门主母便是如此，哪怕有下戏，也要当好一尊和美的观音玉石像。恰逢此时，随护急忙来到钟无心身边，有所顾忌地瞄了我一眼，得到他的示意后，便直言禀告：世子爷，沈小姐闹着要吃醉仙楼的千层糕，小的买来的她不要，就要世子爷您去。醉仙楼那不是我们。之下及时打住话头，差点说漏了，醉仙楼是我们谢家的产业。钟无心无奈扶额，轻笑中藏着宠溺。他呀，最是娇气。自从外事被公开后，他不再掩饰对沈密的情谊，为的是让我尽早适应与他的爱妾和睦相处。上回也是沈密发病吧，差点没把他吓死。他一面往外走，一面回眸看向我：阿梅，咪咪他还小，不懂事，我去就回。明明沈密比我还大4岁，我没拦他。本来就隐隐作痛的胸腹，此刻越发止不住痛，好似要被凿出个窟窿。大脑一片空白，耳边响起一阵轰鸣，眼前闪过大片雪花，霎时觉得天地都开始扭曲起来。有人惊叫，有人慌乱奔走，有人高喊太医。倒地的那一刻，我看见钟无心脸上闪过错愕，闪过不可置信，闪过一丝探究。他声音和煦，却字字如刀。世子妃身子一向健壮如牛，怎会如此？难不成还在闹脾气？阿梅，你都多大了，闹小孩子脾气，成何体统？呵，堂堂将门之女，怎么也学会了后宅不入流的争宠手段？他以为我在耍手段，在和沈密争风吃醋。恍惚中，耳内传来之下愤怒的声音：我们小姐身体不是已有多日，世子爷问问太医不就知道了吗？就算您心里没有小姐，也该关心她腹中的胎儿吧，那可是您的亲骨肉啊。意识模糊的前一刻，似乎有人又来禀报沈小姐心急发作的消息。没有犹豫和挣扎，她走了。太医说了，她是忧思多虑导致的，没什么大碍。你们先照顾好世子妃，我去就回。大夫，是不是诊错了？
我们小姐不可能是忧思过度，她好多次都痛得站不起来，为什么查不出病因？我醒来时，看见之夏哭得两眼通红，她怀疑诊脉的太医是庸医。我知此事有意，没让声张，只安排他们四处打听神医陈仲景的下落。这期间，钟无心一直没有回府。听闻他被高阳直打了，打得头破血流，狼狈不堪。高阳直指着他的鼻子骂：负心多是读书人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。你发誓不辜负他，转眼偷偷养外室，再不断干净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一向标榜世人皆醉我独醒的钟无心颜面扫地，连带读书人的风评被害。对于看重名节的钟无心来说，这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园子也停工了，侯府公账没钱了。钟无心不信，待听完管家对账后，他无言以对。待身子平复了些，我让陈管家加速变卖嫁妆，又把谢府昔日的仆从都打发回了江州谢家老宅，集中发展谢家产业。江州知府曾多次来信，感谢我们谢家商以致富，为国为民。此时3更，钟无心不知在哪喝得醉醺醺的，被人扶进清贵院。他狂吐不止，胡言乱语，好似往日里那些端方自持、体统规矩都被烈酒烧了个干净。他拉着我的手不放，把我的大袖都薅掉了。他没看见我的白瓷手臂内侧有一小块新疤叠就疤，准确地说，新伤已经结疤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再给他泡过红茶了。他醉眼朦胧，语无伦次，涕泪交加。我做错了吗？是错在逆水骇浪里执着行舟，错在荒芜原野里求一口甜，还是错在该死的喜欢他？本来他才是我的正妻，如今我却只能让他做妾。他都这么委屈了，为何谢梅还要如此悍妒，还招惹粗鲁武夫，如此糟践我？他喝多了，脑子也喝坏了。当年可是他主动上门求娶的，不是我家死皮赖脸求来这门亲事的。他说心悦我多时，他说愿得一心人，与我白首不分离。如今他两颊酡红，控诉对我的种种不满，这些话一定是藏在他心里很久很久了吧？谢梅，我对他还不够好吗？我都已经尽力去爱他了，他该不会以为我只要他一个人就够了吧？不通诗书，不懂风雅，整天只知道打个算盘子，一身铜锈味，性子沉闷，无趣得很，不像秘密。后面更多污糟话冒出来，听得之下面红耳赤，又怒又气地退了出去。有什么东西滴在了背心上，我摸了一下脸，湿湿的，一定是外头的夜风太大了，吹迷了我的眼。我让人把钟无心拖走，扔进院子的大水缸里，好好醒酒，用清水反复搓洗他碰过的手臂，洗到皮肤发红，还是觉得不干净。再看他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隔日，清醒过来的钟无心来到清贵院，声音嘶哑，神色疲惫。仔细打量的话，还会发现他的脸冒出了星星点点的小红斑，那是毒箭遗毒未消的症状。他体贴入微地关切我那日的病情、孩子的状况、最近的休憩作息，迟来的关心，虚伪的深情，真让人作呕。接着他开门见山：阿梅，我深思熟虑过了，我要娶秘密为平妻，我不能再委屈她了。我会用积攒的军功向皇上请旨。我清晰地捕捉到他的关键用词，我要娶秘密为平妻，而不是我想娶秘密为平妻。他是来通知我的。所谓平妻，又谓并嫡，与正妻的地位一般无二，商贾之家常见，贵胄之家不常见，往往要向圣上请旨才能有效。他来求亲时，我爹并不同意，他执意从军，归于我爹麾下，冲锋陷阵，临危不惧，成功扭转了我爹对文官的刻板印象。那时他如是说，他要积攒军功，为求得我爹同意亲事，也为了将来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。现在他如是说，他积攒军功是为了他心上的另外一个人。我毫无波澜，只点点头，好似安慰我一般。他上前来握住我的手：阿梅，我这一生就你和秘密2个女人，我知足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掸了掸，递给他一封和离书。他惊愕，他气恼，他一把夺过来，撕个粉碎，拂袖而去。我从未说休妻。
为何你就要钻牛角尖？我也怪我自己，当初为何钻牛角尖？遇见那么多人，偏偏眼瞎的选择了他。看起来最应该是过客的人，却在我心里曾经占据了那么重要的位置。我送多少次和离书，他撕多少次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我是来真的，不是说说而已，也不是闹脾气。他一脸阴沉地闯进我的房里，像是变了一副模样，全然不似往日的清风霁月，整个人沮丧又颓废。人瘦了一圈，眼睑下的乌青清晰可见，脸上的小红斑似乎又扩散了些，曾经亮如星的双眸变得灰暗无光。他揽住我的肩，沉声质问：我都撕了和离书，你为何三番两次还要送来？我不会签的。我淡漠地看着他，看得他心慌。钟无心，我们之间再无转圜的余地了。以往我和他说话总是甜言软语，言必称夫君，这是我第一次直称他的名讳。他大怔，手上越发用力，把我的肩膀都抓痛了。休想，你这辈子也休想离开我。阿梅，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你感觉不到我心里也有你的一席之地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他心里有我的一部分位置，但我不在乎，更不想要了。我用力推开他，嘴角浮现一抹讥讽。你不是一直觉得神秘委屈吗？我把正妻之位腾出来给他，不是正合你意吗？他先是茫然，继而眼里薄怒丛生。原来你是在吃秘密的醋，你可知你犯了七出之罪？如今谢家只剩你一人，你还有什么可依仗的？你真以为你够格做我的世子妃吗？要不是……他话音未落，啪的一声响起，清俊的脸上已印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印。谢家满门忠烈，为家尽孝，为民请命，为国尽忠，是我们谢家的祖训。无论是上阵杀敌，还是悬壶济世，亦或是金箍续贫，就是济民，一样光宗耀祖。就算谢家只剩我一介孤女，我也不会埋没我们谢家门楣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那样，君子皮囊小人嘴脸，心里头只有男女私情？别侮辱我们谢家了，是你不配为我夫君。一番掷地有声的话，让他面红耳赤，哑口无声。良久，他软了态度，上前拉了我的衣袖，低声哀求：你还怀着我的骨肉，你又能到哪去？留在我身边，我会一碗水端平的爱你和秘密的。和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作为和离妇，又生育过了孩，你还能找到好人家吗？我面无表情地拿出一沓和离书，这你不用管，你就管签字吧。他的手捏成拳头，愤然离去。你休想离开我。没关系，就算他不签，我也有办法拿到合法的和离书。我的病越发的怪异，一般孕妇4-5个月才显怀，我不仅时时痛痒莫名，肚子也日益显怀。四处打听，大名鼎鼎的神医陈仲景最近旅宿在京郊秋霞寺。待陈仲景诊断完毕，我只觉三魂七魄都被打散了，人僵了半边，已经到了濒死的状态。把之下潜到马车上，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大殿，仿佛踏在云端上，正好撞见沈密前来拜佛。直到此时，我并不憎恨他，也无意伤害他，哪怕钟无心为了他不惜佛口蛇心地加害我，那也是钟无心的错。可他偏偏追上来，微抬下巴，眼睛瞄向我隆起的腹部，笑意盈盈。姐姐，你可知腹中的孩儿，我与钟郎可期待了许久。你吃的肉桂、人参、灵芝、观燕，都是我嘱咐钟郎送你的呢。好好保胎，我会视他为己出的。一时间，我被他激得胸中气血翻涌，嘲讽道：你爹乃一代名臣，家风严正，世人皆赞有邹鲁遗风。沈小姐本人更是柳絮才高，风华绝代。如果你爹得知你多年甘为他人外事，该作何想？还以假死的名义苟活世上。若我是你，不如买块豆腐直接撞死算了。闻言，他气得面皮涨红，说不出话来。眼见钟无心那颀长的身影从垫脚转出，他猛地朝我冲撞过来。我刚一闪身，只听扑通一声，他整个人都摔进了寺庙的湖里。等到钟无心冲过来救起他时，他一口咬定是我推的。钟无心额头青筋都起来了，气得攥紧拳头，目光阴郁。谢梅，你何以善妒如此？
不是闹和离，就是加害秘密。你有什么资格嫉妒秘密？他是我年少时的心之所属，身之所依，快和秘密赔个不是。沈密浑身湿透，蜷缩在他怀里，泪盈于睫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我掸了掸袖子，好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。沈小姐，你以为我会与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？你错了，他是我不要的。我倒是希望你俩长长久久，你俩就是瘸驴配破墨，天生一对。沈密犹在垂泪，有一种娇弱破碎的美感。中郎，姐姐她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觊觎你为我刻的这枚玉章，一时失去了理智而已。她掏出一枚玉章，顶部是她栩栩如生的小象，底部刻着她的名讳，侧边还有8个小字：爱众一生，唯愿一心。钟无心是玉雕名家，他的玉章作品千金难求。听闻后，钟无心神色乍变，放下湿漉漉的沈密。曾经的探花郎不是傻子，他眼底的光一点点地暗下去，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点点发颤。秘密，你说世子妃为了这一块玉章推你入湖的吗？沈密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来不及细细思量，只能点头。哦，你亲爱的中郎呀，爱谁都会为他刻章。我慢条斯理地掏出另一枚玉章，不同的是，小象是我本人。这样的玉章，我房里还有很多，都可以开个商铺了呢。说完，我握紧玉章，用力扔进湖里。不过这玩意我不稀罕了，谁爱稀罕就稀罕去吧。说完，我喊来之下和马夫，径自离去。钟无心仓皇地追了上来，脚下被台阶一绊，险些栽倒。酸涩难忍，喉头发苦，只来得及说上一句：阿梅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冤你。车辙声陆陆响起，他还没说完的话都被淹没在夕阳余晖里。钟无心在清贵院外站了好几个晚上，他得知我求诊陈仲景，想过来问孩子的情况，又想安抚我的情绪，没人给他开门。露水深重，他一袭单衣，站得两眼通红，似困兽。他总觉得，只要他放下身段，好好弥补，我就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想着既要又要，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无需他同意，我便拿到了和离书。圣旨到来的那一刻，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待听到谢家为家乡父老大兴水利，建设学堂，收留孤儿，不吝钱财资助军饷，灾年开仓赈灾，扶助难民，由江州知府奏报，皇上亲封我为护国夫人，并恩准我与侯府世子钟无心和离的请求时，他脸色煞白，惊骇得站立不住。圣旨已下，无可转还。等宣旨的公公一走，他身形一晃，整个人摔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钟无心足足躺了5日5夜，他面无血色，脸上的红斑越发明显，整个人虚弱得摇摇欲坠，仿佛下一刻便要破碎一般。阿梅，如果我答应你，我不纳沈密了，你会留下来吗？你不知道，听到宣旨的那一刻，我一颗心都被剜出来了。这些天，我半死不活地躺在榻上，我才知道，我最爱的人是你。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愿意留在我身边？你看，世人多奇怪，得不到的念念不忘，得到的不甚珍惜，在一起时怀疑，失去时追悔莫及，终其一生满是遗憾。钟无心便是这种人，他不懂珍惜，我教他，从失去我开始。见我扭头死活不愿看他，无论他说什么我也不作声，他知道覆水难收，长叹一声。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把孩子留给我，好吗？我垂眸，听到自己答应的声音，好。只要有心，彻查这件事其实很容易。府里的太医被带来了，会测命局的高僧也被带来了，肉桂、人参、灵芝、观燕这些补品全部摆在面前。高僧面如金纸，不停地磕头求饶，把地砖染上了血色。太医也同样魂飞魄散，克制不住的颤抖。他们的证词一致指向钟无心和沈密。得知我是纯阴命格，紫河车可以入药治病，可以治愈沈密的心疾，钟无心特地登门向我爹求亲。为了让紫河车药效更佳，他们不惜在补品里添加秘药，导致我的胎儿发育远超常人，导致我胸腹肿胀，时时痒痛，心跳剧烈。虎毒尚不吃子，钟无心为何如此？
我说不出话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陈仲景告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是如何一块一块被撕碎的。之夏端来黑乎乎的汤药，他眼尾嫣红，吸着鼻子，小姐，你可想好了，真的要喝吗？陈仲景也曾这样问我。他道，世子妃腹中的孩子已有4个月，都成人形了，贸然打胎，极有可能一尸两命。我那时死死抿着嘴，坚定地点点头，可眼底的泪到底还是掉下来了。4个月了，他有自己的心跳，长出了小手小脚，还会顽皮地蹬我的肚皮。其实我不适合怀孕的，可看到钟无心那么渴望孩子，我不惜施展逆转气运之术，放弃了10年阳寿，才怀上这个孩子。我比任何人更珍惜他的来之不易，可是我用10年阳寿换来的孩子，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药引子。得知实情的那一刻，我杀人的心都有了。他对我所有的温柔和情谊，都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。我爹说的对，文官的心思总是弯弯绕绕，嫁的文官难觅幸福。我当初就该听他的。打开窗，初夏的风带着热浪扑进来，真奇怪，我竟然觉得冷。一会儿把这些人、药材和孩子、这封信都一起打包送给钟无心，这是我送他的最后一份礼物。自此死生不复相见。无论我清醒与否，把那碗红茶给我灌下，立刻带我离京。嘱咐完之下，我一仰脖子，把又苦又涩的汤药一饮而尽，一滴不留。我答应他把孩子留下，这不算食言。一种切骨的疼痛翻涌上来，顿顿的，好似软刀子割肉，模模糊糊的疼。身下一股热流奔涌而出，我只觉自己似被泡在冰水里，几乎要喘不过气来。五脏六腑渐冷渐寒，似有朔风鞭鼓，刺得我支离破碎。无尽的黑暗漫上来，我听见钟无心撕心裂肺的声音，也听见之夏和陈管家阻止他闯入的声音。夏风吹起，带来蔷薇混合麦穗、青草的味道。我醒来时已是7天后，正躺在刻有谢家家徽的宽敞马车上。马车自京城驶出，往江州疾驰而去。之夏和陈管家正陪在我身边。听说我喝完堕胎药后陷入了昏迷，血水倒了一桶又一桶，好像河水一样没有尽头。偏生钟无心疯魔一样，谁也拦不住，直往房里冲。他说他只知紫河车可治心疾，他说他不可能在补品上动手脚，毕竟那也是他的亲骨肉。后来他好像悟到了，直奔梅花巷。也不知道他和沈密吵了什么，结果他真的心急突发，再也没有抢救过来。及至看到已经成型的胎儿时，又看到我留给他的那封信，他一夜白头，彻底疯了，整日整夜地坐在椅子上，拿着雕刻针，心无旁骛地刻着玉章，嘴里念道：阿梅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玉章？为夫给你刻。他的样子让人感觉陌生，府里的人几乎要认不出他来了。他好像一点点地被光阴叼走了，身体散发出苍老的味道。之夏和陈管家也没管他，按照嘱咐，直接将尚在昏迷的我带走了。我笑了笑，钟无心是真的疯了。我在信中告诉了他2件事：一是他的箭毒压制不住了，很快他便会形如疯子；二是我的确是纯阴命格，但是我的紫河车无法治疗任何疾病，所谓的高僧不过是半桶水的江湖骗子。我没有告诉他我真正的秘密，我的血可以治病，他天天喝的红茶就是我的血呀。他身上的毒本来再过月余就要痊愈了，我还可以逆转气运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侯府的产业，谢家的产业，就是这样蒸蒸日上的啊。此时的我坐在马车上，抬手见鸟雀振翅，高高的掠过一望无际的碧空，跃入云层，消失不见。身后哒哒哒的马蹄声传来，高阳芷骑着高头大马追来。谢小姐，还可以护送你一程吗？我摇摇头。我爹还说过，我不是弱女子，我一个人也可以做成了不起的事。马蹄声渐渐远去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高山、大海、荒漠、森林、河谷，还有雄鹰身上巨大的羽翼，这便是我要飞向的更远的远方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